移民2年花多少钱？这可能是移民之后被问过最多的问题。今天就用钱来做个大比拼，分析3条低成本移民路径。好啦，大家好，我是 J， 我是 KK， 这些路径都是我们当初认真考虑过的哦。从启动资金到每月支出，一直到获得永久居留的总成本，还有我们移民2年究竟用了多少钱呢？首先聊聊泰国，这是我曾经考虑过的第一个移民目的地。没错，但要在这里合法常住，解决签证的问题是头等大事。那对于我们这些老中来说，有没有一些既可行又低成本的路径呢？通常有2个选择，第一个是透过学生签证，学泰文、英文、泰拳都可以，然后一路读到50岁，再想办法转成退休签证。等等，那退休签证有什么要求呢？最主要的条件是银行户头要有大约25000美元的存款，或者每月有至少2000美元的收入。这样看来，学生签证作为1-2年的过渡期或许还行，但要一路读到50岁，这变数可就太多了。对啊，一不小心翘课被发现呢，签证就会被取消，那就麻烦了。所以这条路只能是理论上可行。那么第2种路径呢？第2个就是申请泰国优惠卡，俗称精英签证，只要付钱加入会员，就可以获得5年、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签证。听到付钱我就懂了，这感觉是种稳妥的方法，但估计不会太便宜吧？最低门槛65万泰铢，可以获得5年的签证，有点消费换时间的感觉。不过对于不符合退休签证的人来说，也算是一条可行之道。那到泰国之后，每个月的生活费大概是多少呢？按照网上的数据，如果在曼谷市区生活，包含1房1厅的租金，粗略估计每月600至900美金。这是一个人的预算吗？是的，不过像我们这种精明的消费者，估计1000美元就够2个人了吧。虽然曼谷的夜市便宜，但在家煮饭会更省钱哦。那除了这些，还有没有其他大笔开支呢？还有健康保险，这是必须的，保费是年龄与范围了，大概每年2000美元。付出这么多，能换来永久居留吗？想申请泰国的永久居留，首要条件是连续3年持有同一个类别的非移民签证，而且不能有任何中断，就是透过移民局发放的工作签证、商务签证这些类型。看来不管是走学生签证、精英签证还是退休签证，想拿到泰国的永久居留基本上是很难哦。而且还要求说泰文哦。结算一下移民泰国的启动资金，申请5年精英签证花费2万美元，这是一次性的消费。假设5年后年龄够就申请退休签证，这要准备25000美元的存款哦。还有生活费、保险费等等加起来，每年的开支大概落在12000美元左右吧，所以至少要有10万美元的存款才算比较稳妥吧。感觉10万不太够啊。总之，泰国的长居路径并非夜市里的便宜小吃摊，而是需要不断付出超能力来维持。作为精明的消费者，要看看有没有其他路径。下一站来到欧洲塞尔维亚，我当时真的认真考虑过这里，因为塞尔维亚算是进入欧洲的平价路线，而且最吸引的是买房就能申请居留权。最常见的路径就是先用旅游签证入境，这样就有90天的时间让你物色房产。如果时间不够的话，可以离境再进入，前后就有半年时间。找到房子后完成交易，就可以去申请临时居留权了。听起来不复杂，不像泰国那样需要买会籍拿签证，在塞尔维亚直接买房自住就好了。而且官方也没有设定最低的投资门槛，只要拥有房产就有申请居留权的资格。话说回来，买房会不会很贵呢？如果是欧洲价格，那可付不起啊。虽然在首都贝尔格勒的小公寓可能需要10到20万欧元，但在很多小镇可能只用2到3万欧元就能找到不错的房子哦。我听过网友分享，前几年他在标轨附近的小镇买了2间小房屋，每间大概是2-3万欧元，一边自住一边出租，直接当起了包租公。对啊，因为官方没有最低门槛的规定，只要持续持有房产，并且合法居住满3年，就有申请永久居留的资格了。
那么律师费、中介费要多少呢？初来乍到还要做这种大买卖，语言不通，没有信任的人帮忙，真的不太可行吧？通常来说，房产交易的律师费要1至2000美元，然后申请签证的行政费用大概300美元吧。还有当地的生活费，每个月要多少呢？在标轨市中心生活，每个人每月花费大概700至1000美元，如果搬到小镇，可以降到500至700美元。不过买房之后可以省下几百块的租金，我们2个人每月1200美元应该差不多吧？对啊，比起西欧高昂的生活成本，塞尔维亚算是打了个骨折了。这样算起来，每年15000的开支就差不多了。总体而言，从购买小镇房屋大约3至4万美元，直到住满3年获得永久居留权，总预算落在8万左右吧。听起来可以接受啊，不过一想到要去个陌生的地方，还要在短时间内做成大买卖，感觉压力蛮大呀。对啊，房屋地段、价格、产权、建筑质量、交易流程、付款方式等等一大堆啦，都是需要考虑的因素。几万欧元买房移民，听起来是很让人兴奋，但也不是一进去就乱掏腰包了。万一出了什么意外状况，时间不够就麻烦大啦，所以记得要做好功课哦。你觉得这条移民路径怎么样呢？欢迎留言分享你的移民目标国家跟预算，有任何错漏也请多多指教。当满世界看过那么多移民政策之后，感觉要移民真的很难耶。对啊，有太多因素要考虑了。不过说到底，主要还是我们贫贱不能移啊。但在发现厄瓜多的时候，有种这个挺适合我的感觉，你来说说详情吧。我们是走投资签证这条路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到厄瓜多的银行存一笔2年期的定期存款，金额相当于当地最低工资的100倍，目前是47000美元，就可以申请2年的临时居留权了。所以这笔钱是个押金的概念吗？有点这个意思，因为签证跟存款是挂钩了。不过这笔钱只是被冻结2年，利息可以每月领出来，到期之后本金随时可以领回来哦。那么要住多久才有永久居留呢？只要住满21个月就能申请，当然还有其他要求，不过都不算难啊，也不会强硬的要求你学会西班牙语。那除了这笔投资，还需要什么启动资金呢？比如说律师费吧，每人大约1至2000美元。不过如果你懂 DIY 申请，这笔钱也可以省下来。那么生活费呢？相比在泰国跟塞尔维亚怎么样呢？比如在首都基多，单人每月大概600至800美金就可以过得不错。按照我们的经验，2个人的生活费可以在1000美元以内，包含房租、水电、食物，不是天天吃泡面的哦。这里的农产品又多又便宜，很适合自己下厨，我们都有拍影片分享过。掐指一算，如果走这条路，首先有47000美元的定期存款投资，然后再准备2年的生活费，总共大约7万美元左右。这个数字相比其他国家真的不算什么天文数字。你还没有算利息嘞，如果按照5.5%计算，每月利息就有200多美元啊。这足够我们1个月的买菜钱啊，得把总预算减回去啊。所以很多人会说，厄瓜多是拉丁美洲的隐藏宝藏，门槛亲民，路径清晰，对于没有超能力的人来说是非常务实的选择。移民厄瓜多2年，我们今天要来聊聊最真实的心里话。还有一个人生大事要跟大家报告，就是我们搬家了。从那间100年老宅搬出来，住进了小公寓。Nice。老宅陪我们从零开始做出第一支影片，到拿到永久居留，真的是大工程啊！算是个阶段性的据点吧。正如拿到永久居留也不是移民的终点，后面还很长呢。不过2年下来，确实也看到厄瓜多一些不能忽略的问题。第一就是治安问题了，沿海地区有很多黑帮跟毒品的问题。
新闻常常都是报道这些负面消息。有时候看新闻会觉得很可怕，但实际生活中我们自己倒是算平安啊。新闻就像红色警示灯，提醒你哪里要小心呢。虽然坏消息看多了觉得问题一大堆，但至少知道现实，不会被假装没事。总比在只有一个声音，还要天天唱好的地方要好那么一点点吧。何止一点点啊！单单说农产品新鲜又便宜，就值回票价了吧？不过购买日用品不方便也是真的，想找到刚刚好的那款产品，经常是找不到。如果要网购，还要把运费、清关、时间成本加上去。所以我会发现，在这里得调整生活方式，很多东西不是随手买得到。不过食品、房租价格低，对于我们这种移民来说，压力真的小很多哎。所以我们2年的心得是，没有完美的地方，只有适不适合。坏新闻是真的，但我们能安全舒适的生活也是真的。也正因为坏消息看得到，大家才有资讯去避险、去选择啊。没错，我们一直说移民要做好功课，也是这个意思。要寻找适合自己的那一个，而不是寻找所谓的最好。这个 YouTube 频道2年做下来，感觉难度真的不亚于移民。不过收到很多网友的留言、来信咨询跟支持，就觉得很有意义。能得到大家的信任，真的很感谢，也很感动。像是我们已经成为移民旅途中的朋友了吧？或许我们比一些中介更中介吧，因为 YouTube 影片都是免费的，而且还没有小礼物啦。嘿嘿，说笑了，我们不是中介，只是分享资讯经验的过来人。过来人，这很贴切，欢迎身处世界各地的过来人留言分享你的经验呢。我们不一定什么政策都了解，什么申请程序都很通达，但应该是那个把零碎资讯拼凑成路线图的人吧。这有点卖花赞花香了吧？总结一下这2年的移民生活吧，最难的不是移民本身，而是解释给朋友听厄瓜多究竟在哪里啊。别以为在非洲啦，厄瓜多是在哥伦比亚跟秘鲁中间啊。如果你是从第一支影片就陪到现在，记得留言告诉我们哦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，欢迎看看这支影片，说不定很有帮助哦。感谢你看到最后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，哈哈。拜拜。